清明节刚过，黄种人就忙到停不下来。今天，作为珠海虎山金巢琵琶鸭的第6代传承人，他早早地燃起了皇家祖辈传下来的维生之火。已經第6代，就應該有16到18年左右啦。凌晨4點做到夜晚8點半左右，如果加班嘅呢，可能就做到11、2點啦。虎山金巢琵琶鸭因形似乐器琵琶而得名。这道让珠海人魂牵梦绕的非遗美食，已经藏在深巷里近200年。琵琶鸭的神奇之处在于它不论是热还是冷，都保持皮脆肉嫩、唇齿留香的口感。而传承了6代人，历经上百年的经营史，更让琵琶鸭的故事熠熠生辉。喺日本都飛翻嚟嘅，帶佢嚟交流一下。仁哥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啲行李講話。帶着前務廚藝在日本闖蕩了20年的梁建廷慕名而來，本身就是掌廚人的他，要找黃種人學藝。阿霆哥，依家啲鴨就燒熟啦，出爐啦。哇！聞到流手水。如果你翻到日本嗰時要做嗰時咧，你就要注意啲火候啦。開始咧大火睇佢啲色澤有變色，控制個火候啦。食起身咪皮脆肉滑啊，係嘛？好嘢。老闆娘早晨。早晨，早晨。我2碗池水。啊好。啊揀啲瀝乾。啊好。阿姨啊，幫我要2碗池水啊嘛。好。糍水，珠海斗门的传统街头美食。土生土长的斗门人都有一个通病，就是为这种长相酷似濑粉，但风味做法均异于濑粉的糍水证明。因为这种被斗门前务人叫了近100年的糍水，一直名列他们街头美食清单中的前3位。嚟啦，池水到啊！池水最後1碗賣晒啦嚇！多謝。唔使幫手咋？不過我啱頭先接到電話，有人嚟入琵琶入池水，係話你媽材料係冇嘅，等我稍時我你埋啊。等我埋啊，一齊埋啊，好嘅。80後的黃種人從2004年開始接手祖輩傳下來的特色美食，珠海市非物質文化遺產金巢琵琶鴨後，母親黃以長就也身體力行地支持兒子。客人在這家老店裡，除了能品嘗到100年琵琶鴨的精髓外，還能一試最正宗的前務傳統街頭美食。葉仔田外餅係我自己親手做嘅。好啦，慢慢食啦嚇。在物質匱乏的年代，普通市民想品嘗一碗足料糍水，往往只能寄望於春節的飯桌上。隨着生活的不斷改善，糍水這種過年才能嘗到的美味，開始走上了街頭。哇！啲鋁罐啊，滾啲靚嘅。點樣滾啊？鮮命、猴肉、白醬嗰啲咪咁靚噶啦。你聞落幾好香啊，係嘛？好香。真係好香。嗱，俾你搞碎。雷干，前務糍水中的靈魂所在。當地人有一種說法，吃一碗沒下雷干的糍水，等於品了一頓無主菜的乾癟盛宴。疍家人從蛤蜊中開殼取肉，用鹽水清洗肉的污垢和泥沙，鋪在網上生曬。乾身後的雷肉鮮味濃縮至極致，再與清淡的食材搭配，於是有了雷干和糍水的完美偶遇。洗米啊，浸啲米之後呢，我就去煮飯。煮好啲飯呢，就2罐隔夜，一定要隔夜，隔夜先涼啊。浸泡的大米和隔夜熟米飯均已準備就緒，黃以長要開始最吃力的粉末沖打。
把浸泡好的大米倒进石冲，一踩一撩，看似简单的动作，需要手和脚的高度协调才能完成。把米粒变成米粉，需要500到600次的踩踏。以前就個個夫婦都要種，而家用機器打啦，係咪？都係要買，買我就唔肯定佢靚唔靚，種出嚟嘅後果肯定靚嘅。將冲好的米粉倒进筛网过滤，隔粗流细，粗的米粉混上隔夜饭，再倒入石冲。一定要落冷飯，唔落冷飯就唔仁義啊！冲好之後就種啦，種爛又最細咁咪得咯。米粉冲好之後，開始了決定此水口感好壞的重要工序——搓粉。嗱，水一定要緊，撞落嘅近凍嘅要到8到90度，咁就慢慢嚟搓粉啦。嗱，搓粉係咁慢慢搓就唔滲得吉嘅，一時間倒水啫，佢就會熟噶啦，會起粒噶啦，一直搓到佢長條為止，又注意搓到佢起啦，喺度起水粉咁就得噶啦。從粉狀到團狀，再到糊狀，只能採用開水遞加法。每次搓粉都是一次製作人雙手經受滾燙測試的挑戰。米糊到了能以線性狀態往下流的標準，就可以開始最後一個步驟——賴。9號啲粉就用熱學準備嚟耐啦佢嘅熱學，嗰個學我跟咗40年噶啦，真係好老噶啦，佢學得好老噶啦。賴就是淚的意思，米漿經椰殼孔形成線狀，順勢淚進開水中，沸騰的鍋水讓米漿迅速凝固。都係轉完之後咧，浮嚟少少筋咧就比較滑湯啊，撈浮嘅咯。撈浮之後咪咁摸下冷河嘅咯，嗰個冷河就上冷啦。此水賴成後，黃義長會把蒜頭爆香，加入水煮開，再下糖、鹽、胡椒和雞粉，用作此水的湯底。把擂乾爆香，在猛火熱油的催化下，加上臘腸、蝦米、魷魚絲、鵝腎、鵝腸等配料，淋上湯汁，一碗傳統的前霧此水才算大功告成。7、8月份的珠海外伶仃島，被一趟趟客輪送來的遊客打破寧靜，吸引遊人的除了美麗的海島風光，還有幾種大都市裡少見的海產品：汁水飽滿的狗爪螺、肉質結實的將軍帽，以及鮮甜中穿透着一絲苦澀的苦螺。福建人叶志成自小就在海邊長大，受父親的影響，2006年大學畢業後來到桂山島，從事苦螺的養殖。我們自己選苗的時候一定要留意，黑黑的呢就一定要留意了，因為這種頭苗頭回去長出來的苗也是黑的，對我們這個品質會有影響了。像這種品種的呢就比較好了，長稜角的，顏色又可以，消費者就比較喜歡這種品種。對，我們下去了。別處收過來的小苦螺篩選之後，葉志成將它們投放到遊人難以涉足的海島周圍。2年之後的苦螺，體重可達螺苗的5倍。07、08年的時候最多，最起碼1年可以上到500萬斤。現在已經基本上30萬斤、50萬斤都不到了。再不保護一下這個資源的話，我們以後自己都不知道靠什麼為生了。6年前，葉志成做出一個大膽的決定，與當地政府簽訂合同，對外山群島區域內的苦螺、將軍帽、狗爪螺分階段有序的保護性開採。將軍帽學名利螺，因螺殼形似中國清朝士兵的帽子而得名。
狗爪螺是鹅颈藤壶的一种，其顶部尖尖凸起，分成数瓣，长得极像狗爪，因其特异的外形，常被称为外星生物。每年的6月至9月，正当采集季节，但叶志成总是忧心忡忡。你看这边呢，这么大的云又过来了，你看那边，估计是很快又要下大暴雨了。出海采螺，气候条件要求严格，只有在东风、北风、东北风不超过5级，并且退潮到一定高度时，叶志成才会让工人们出海。海岛的天，孩儿的脸，大雨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因为这天气，我们去哪里开工好啊？去沙门啊，看一下嘛。沙门有段时间没去了是吧？有没有货打的？去看一下就知那我们道了。出发那边看一下了哈。万山群岛有大小岛屿76个，很多岛屿之间相隔较远且无人烟，还保持着半原始状态。快艇出发半小时，叶志成和工人们到达三门岛。采挖将军帽与狗爪螺，必须要等海水退潮，每天的窗口期只有2-3个小时。今天是农历15，是海水潮落的最低点，窗口期比平时多了1倍的时间。叶志成和工人们趁着大好机会，加快了速度。哇，这里有好多将军帽，个头很大个，这个品质不错。这些将军帽在上面扒得很紧的，一不小心它就掉下去了，一定要用只手把它挡住。将军帽一般通过附足形成的小吸盘，紧紧吸附在海边潮湿的礁石上。狗爪螺簇生于岸边的礁石缝隙里，一旦附着就终生不移。你看这里狗爪螺这么多，不过这狗爪螺太小了，还不能开采。像这个狗爪就品质还可以，比这个小的我们就肯定不能再打了。我们如果再打的话呢，这资源就很难保护得到了。哇，这个不错。一般像这么长的，里面肉就比较多，汁也比较多。胡连兵从事采集狗爪螺和将军帽10多年，基本上每天都要收获近30斤的狗爪螺和将军帽，是叶志成团队里最有经验的工人。哇，有个好大将军帽哦！这个最少要1年左右，一般有我这么大块不标准的，吃浪的地方长得比较大。我这个东西最怕就是浪，其他什么都不怕。今天收获还不错啊！哇，这个好大个，你看，这个将军帽完了2年半左右也才那么大，狗爪螺有70-80斤嘛，这个算大的了，很少的刮风了以后才稍微有一点这么大的。今天的收获很不错，采集的新鲜海产，挑拣是非常重要的一环。像这种烂的就一定要把它挑出来的，这么大个，你看打烂掉就可惜了。这个烂的发到市场上就会臭了，如果顾客买回去跟好的一起煮，就整一锅都会臭了。这个就亮了，这种是价格最高的，颜色又黄，肉质又比较饱满，主要就是这种比较少。新鲜的将军帽做法简单，将军帽底部朝上放在盘子里，用腌制好的蒜蓉铺满，隔水蒸3至4分钟。当肉与壳刚刚分离，也是口感最佳之时。此时的将军帽肉质富有弹性，浓浓的蒜味儿掩盖不住将军帽的鲜甜。狗爪螺的做法更直接，把狗爪螺放入冷水中，3-5片姜用以去腥。水开之后，再煮2分半钟，狗爪螺即可起锅。狗爪螺铠甲状的外皮往往让人难以下口，叶志成却能轻松应对。我们吃狗爪螺最好是拿起来从这个地方咬进去，把里面的汁先吸了，里面的汁是最鲜美的，然后再吃它这个肉。
一天的辛苦，让叶志成消除疲劳的方式，莫过于一家人其乐融融地享受劳动的果实。孩子们的赞美是他最幸福的时刻。位于珠海斗门的前雾镇，有着广袤的滩涂。这片常年被淡海水涵养着的三角洲平原，孕育着一种难以捕捉的小黑鱼。为了品尝到它，庄泥鱼能手黄国富就依然恪守不做不食的古训。我哋幾百年前嘅老一輩嘅呢，佢都係靠做泥魚過生活㗎。前雾泥鱼也称海鲶鱼，它体型虽小，但肉质细嫩，鲜美无比。但要把这种小黑鱼从滩涂端上餐桌，过程却不那么容易。做泥魚嘅咧，即係個困難程度咧，即係第一講芡氣，講芡時，第二咧就講水條，一個月就2個水㗎，一水呢哋都3、4芡4芡，咁呢啲芡時唔好嘅呢，你哋想氣都冇氣㗎啦。经济的发展，环境的变化，不少村民都抛弃了捕泥鱼这种靠天吃饭、凭绝技过活的日子。過幾日拖八拖夠㗎啦，過幾日拖八夠㗎啦，準備做泥魚咁貴㗎啦。你小心啲啊！得啦。前人的经验加上后人的实践，前雾虎山的渔民悟出了捕抓泥鱼的最佳时机，那就是农历的初9前或者25后的退潮期。而在退潮期到来之前，要准备好捕捉的工具——魚籠。第一就要選擇呢竹，啲竹呢唔2年以上嘅竹呢唔織得㗎。第二嘅呢，你織佢個籠數呢個籠口呢，需要12個工序啦。魚籠的制作十分讲究，竹子锯成40厘米的竹节，竹节破成条宽约1厘米的篾片，然后将1厘米的篾片破成40条左右的篾条，最后用小小的竹篾一点点地编织成鱼笼。完成一个鱼笼的编织需要25分钟的时间，这需要有工匠般的细心和耐心。一個籠呢，織籠呢都係6角編織嘅，嗱1角啦、2角啦、3角、4角、5角、6角啦，咁就6角編織法㗎啦，嗰個籠口嗰個籠數呢，嘅整嘅注意人嘅，佢哋唔會走出嚟啦。容易走入去呢，佢哋唔得甩㗎，佢嗰度卡住嘅嘛。你放個籠落去呢，我咁接住佢呢，係嘛？佢都唔會出嚟啦。一个下午的时间，付叔织了不到20个鱼笼。除了鱼笼，用黄麻布缝制的壕袜，滩涂上行动的泥板，装泥鱼的鱼篓，4大工具一样都不能少。到了农历10月初9，今天水位最低的时刻是中午1点。午饭过后，黄国富带齐装备，来到了距离家5公里外的沙垄冲。伙伴们二话不说就开始穿上装备，因为退潮的时间只有3个小时。装泥鱼的过程主要有看、放、等、收4个步骤，能否有丰富的收成，看最为关键。这中间没有教科书，没有攻略，凭的是渔民多年来的经验积累。揀邊類㗎啦？得㗎啦。灌拖嘅呢，佢游泥魚嘅呢，佢游個窿啊，佢個窿呢，佢破行出嚟有條路啊。付叔确定好位置后，进入第2个步骤，放。把笼口对着洞口的位置平衡放好，再用泥巴把笼尾压住，以防魚籠翹起，留出籠耳作為標記。泥魚呢就係好驚人，你有人向你行過去嚇佢都唔出㗎。你一撞起嗰啲籠之後呢，你就走第2條啦，走去兩邊後又撞啲籠啊，咁佢就唔嚇緊佢邊後啲籠㗎啦。
傅叔说，泥鱼从进洞到下一次出洞的时间，大约是30到40分钟。当傅叔把第50个笼放完后，第1个放下去的笼，也就刚好到了可以收起的时間。我哋滑滾㗎，即係一條滾路氣㗎嘛。裝起兩邊後，你哋周向第一去後裝嗰啲籠咧，你哋隨時都手。半个月的等待，前期多种工具的准备，加上大半天的忙碌，傅叔装了不到50条泥鱼。整个劳作收获不足10斤，傅叔有些失望。因為啲圍墟造船裝泥魚越來越少地方啊，冇地方裝啊，咁所以啲人都唔停嘅去裝泥魚啦。係得閒咧就揾就裝啊，一斤兩斤啦，攞嚟煮腿咁。師傅嘛？我先留咗泥魚。吃了60年，傅叔對這口味道的熱愛從未減退。呢啲魚細條，小紅個鑊咧就得到件啲鱗出嚟嘅，嗰度刨唔到嘅。魚鱗去除後，再慢火用油煎香，到8成熟得放醬油、葱段和薑片，然後上蓋焗3分鐘。這便是前務遠近馳名的一道名菜——醬油焗泥魚。傅叔認為，泥魚的鮮美和就地取材、現捕現吃有着直接的因果關係。少了虎山這片灘塗，缺了願意下海的漁民，人們都難以嘗到這口美味。所以，自從被認定為裝泥魚的項目傳承人後，傅叔一半的精力放在了泥魚裝捕的文化傳承上。他說，自家的傳統不能斷。